这就是客运站负责保卫安全的老刘。你好，我是想来了解一下，咱们的船上有没有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人？有，现在主要是负责船的行程安全，比如说旅客上下的持续维护。原来的专职保卫人员早都取消了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儿，不可能再养那些人了。哎，我不是说那个啊，没关系。那咱们的船上一旦发生了治安性事件，咱们怎么处理？客舱服务员能管的就管，不能管的就交给他们水上派出所。中队，坐船的80%都是外乡人，如果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，恐怕很难找到线索。小时候，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。我们家在那边，现在已经被拆了。看到那些字了吗？用不了多久，这里的一切就不复存在了。一个时代过去了。哎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家店啊！当时这家店是这条街上最火的，这个老板也是在这条街上最早安铝合金门的人。当时很多人议论说，这门不结实，如果有人撞上了，非碎不可。可是你看看，到现在这个门依然还在。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酸辣粉，那个时候家里没有钱，我上学的时候经常绕很远的路，专门从这家店门前经过，就是为了闻一下这家酸辣粉的香味儿。记得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我有一次考了100分，我父母特别高兴，他们想奖励我，就问我要什么。您说想吃酸辣粉？没错，那天我一口气吃了2大碗，撑得我路都走不了了。这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只要我考了100分，就有酸辣粉吃。结果，我每到考试的时候，总能拿回来一个100分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您为什么把车停那么远，专门走路过来找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店。我是想重新再走一次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路，在这家小店还没有消失之前，再吃一次酸辣粉。我要让这个香味儿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，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。那这个味道，您现在留住了吗？老板，结账。老焦，哎，你能断定王小山指的压水就是说船不是其他？能。现在只是不能确定，这些外乡人是船上的工作人员，还是坐船来的游客。有没有可能再问问王小山啊？他们这些人啊，不会多说一个字儿的，弄不好他把之前说的都不承认。在拘留室里，你跟王小山说了什么？李志，我是跟他说啊，我说你就别指望这24小时能出去，是吧？把你抓来了，你肯定有事儿。他凭什么信你的话？我不跟您说过吗？他们这些人啊，心都虚着。啊，想起来了吗？
想什么？你说他以前不叫王小山，那是几年以前的事儿。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，想炸他一下，没想到这小子不姓炸。这还是有好多人没穿了，10块钱。哎，小队，看到了吧？我敢肯定，这个修鞋匠啊，绝对是个练家子，而且是练硬气功的。啊，你看他们那个鞋钉，一个一个轻而易举能摁到鞋掌上。哎，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拿刀的手势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我敢肯定，他手上功夫肯定不浅。行啊，魏子，这你都看出来了？啊，都跟了您这么多年了。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冯源，源是哪个源？女字旁，名媛的媛。嘿嘿，这么说，他爸爸肯定喜欢女儿。哎呀，魏子啊，你别看他这个样子，3、5个你这样的大小伙，信不信？从他这个名字来分析啊，我敢肯定，他是个城里人。可是，城里人为什么干这修鞋的活呢？对不对？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呀？金大玉啊，他这大半辈子，有1半的时间是在牢里边待。是啊。你现在知道什么叫深藏不露了？哎，不是，刘队，你既然都找到他了，为什么不问他话呢？他都跟我说了呀，我还问他干什么？他说什么了？就一句，这孩子有年头没穿了，这就说完了。魏子，你知道什么叫警察吗？刘队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拿这种幼稚的问题考我？咱自己本身就是警察呀！我现在把你这身皮扒下来，穿到一个杀人犯的身上。那我敢肯定，这不可能啊！怎么不可能啊？什么不可能？警察杀人的。好好想想吧，想明白了你就知道。哎，刘队啊，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买过一辆2手车，没事儿就开着它到海边去兜风。哎，那种感觉真好。那个时候，怎么也不会想到国内会发展的这么快。哎，彤彤，你有没有想过10年、20年以后，你会在哪里？没有，也许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吧。怎么不一样了？说来听听。没事儿，咱们俩就是瞎聊天。男人有野心，或者叫理想。男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，就像《伊索寓言》里那头拉磨的驴，老想吃到掉在眼前的胡萝卜。我不是说你，董事长。其实做驴不是挺好吗？至少还有红萝卜，比做牛做马强。对了，难道你们女人就没有野心？有啊，但女人更容易相信在眼前看得到和抓得到的东西，相对而言，女人更加实际。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理想，我最大的野心
就是能吃上酸辣粉。肯尼拥有这么大一个集团啊！这算什么呀？不过是几个规模不大的小企业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对不起，董事长。我准备换一批服务员，你把云天阁的员工入职表找出来，给我列份名单。为什么要换服务员啊？我们服务员基本上都是1年以上的老员工，有的还是建店时的老人。服务行业最忌讳伸手了，咱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最重要的就是新鲜感。客人们来这儿消费是来放松的，如果老对着同一张脸，那跟回家有什么两样？可熟人不让人更轻松吗？谁会在生人面前肆无忌惮、无所顾忌的？可太熟了就忘了规矩。例如马艳萍，她仗着自己来这儿时间久了，是不是就有一些不服你管了？没有，董事长，您别。彤彤，有句话我希望你能记住。您说。商场如战场，绝非文人墨客闲着没事杜撰出来的词儿。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学。对了，你跟市公安局新来的刘局长以前认识吧？不认识啊，你怎么会这么问，董事长？那天吃饭，我看他第一眼见你的眼神儿有点不对。是吗？我没太注意。我希望你们认识。彤彤，你知道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？不是头脑，也不是学历，是关系，也可以叫做人脉。你有了人脉关系，你就可以在遇到坎儿的时候，知道找谁来帮你，你就能够早一步得到消息。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你总能占得先机。你就能与对手谈判的时候，有讨价还价的资本，并且让别人不敢欺负你。您是说靠山？没错，是靠山。靠山这2个字是你们这代人不屑于谈的。你们崇尚自我，个性与众不同。你们认为有了本事就可以蔑视所有人。你们自认为自己是阿基米德的信徒，叫板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撬动地球。其实你们都错了，你们都活在梦里。可当梦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现实与你们想象的不一样。于是你们就抱怨、自责、逃避，甚至连大门都不敢迈出去，还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词，叫宅男宅女。董事长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泛指。其实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傻子。我的父亲原来是一家大型兵工厂的高级工程师，他的脑子里永远装满了奇思妙想，他的手很巧，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东西。说一句话你可能不得相信，我小的时候弹的第一架钢琴就是他亲手做的。
他总是能做很多好玩的玩具，别的小朋友能有的玩具，他都能做出同样的玩具，而且比他们更好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他活到现在，他们那代人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和对物质的追求，无需面对残酷的竞争和吃人的商业法则。他们不富裕，但我们却活得更加淳朴，更安宁。他们没有抱怨，如果有抱怨了，就说自己生不逢时。可是他们对生活从来就没有失去过信心。难道他们就没有理想？不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。所以，你要记住，要想成功，你不要往前看，也不要往后看，你要看眼前。什么事情对你现在的事业有帮助，你就要去做什么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说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。董事长，我不太会做生意，自认为也不是做生意的料。可你是云天阁的运营总监，你有责任使企业保持正常运转，不受到外界的风险干扰。这里面既包括了政府的政策变化，也包括了同行的觊觎，乃至于社会上的流氓寻衅滋事，甚至于客人的无端要挟。而要做到这些，你就必须要有强大的靠山。这个靠山不是我给你，是你自己去寻找。我们李哥是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支队长。彤彤，我的话你听懂了吗？我不管你认不认识刘局长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他对你有好感。这是你的机会，我希望你能把握住。这既是对云天阁，也是对你自己的未来负责。我们走吧。书信，你对这个环境很熟悉，对吧？能跟我讲讲过程吗？书信，我约你到这儿来，你心里很明白。那我讲给你听。你们那次行动要抄的是赌场的客房，与这个小屋是不同的方向。医院显示，这个小屋并不在你们的行动范围之内，这说明之前你们并没有发现这个小屋有问题。你们没有事先侦查，严重的疏忽，太自信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亲手写给了我这些东西，才能使我的脑海里复原了6年前的一幕。
吴全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小屋？他怎么知道这个小屋有问题？作为有10几年警龄的老侦查员，吴全这么做，他不会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，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。而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，你明明知道他去的方向不是目标所在，你为什么还放弃职责去追他？你是不是怀疑他？不是，我当时不应该叫他，要不是我叫的那一声。回答我的问话。多年了，你干嘛要揭这个伤口？为了王小山，或者你书里的另外一个名字，索尼。作为警员的毕业生，曾经重案的队长，你不会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。你现在不说，我不勉强。我绝不允许你袖手旁观。你忘记了你在国徽前举手宣誓的从警誓言。也许你现在后悔，不应该放弃读研，参加警队，或者你恨你自己上警院，这并非你的本意，你是为了完成前辈的期望。好了。明天到西安分局上班，到专案组工作。刘局，别说你干不了，除非你不想再穿这身警服。吴全当年被县警出卖，并且就在舒心眼前牺牲，所以吴全的死给舒心的从警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一直挥之不去。好事啊！哎。这不正好随了你的愿了？被压这么多年了，就连我都认为你没出头的时候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么快就调回刑警队了。行了，高兴点。你怎么知道是？怎么不是好事啊？行了，别想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你不就是怕？我跟你说啊，刘局调你回来的，没准这一下真就翻过来了。你跟我说说，刘局凭啥调你回来？也许。因为那份档案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以为他会调你，到现在他也没调。走吧，让舒心回刑警队。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。刘局，舒心可是受过处分的。处分只代表过去，我查过他的档案。处分之前他干得不错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。我判断，这个案子很可能跟以前的旧案有牵连。老李啊，咱们都是搞刑侦的，作为一个侦查员，有他的关系，也有他的工作习惯。那么这种关系跟身边最近的人都不能说，因为它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原因。是。
舒心当过5年的重案队长，在这之前，当过2年副队长。刘局，你想过没有？刑警队这几年的人事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，让舒心回来，会不会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增加新的矛盾？按照你的逻辑，我都不应该来。我是个外地人。刘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就是想说刑警队没他的位置了吗？他原来的手下都成了他的上级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认为这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我们怎么使用它。老李，你说呢？这是你们局领导定的事情。不过我想，是不是先应该跟全哥打个招呼？我会征求罗辑的意见。你是支队长，你怎么看？苏星的能力是没问题。好了，既然你也认为苏星有能力，我看这样，让他先参加专案组，给他配备2个人单独成组，不要和任何人有来往。他也不算调回刑警队，就算对他的考察。老婆。啊。你真能接受舒心回刑警支队吗？废话，我反对有用吗？你也相信舒心能破案？你可得想清楚，舒心可不是软柿子，随你怎么捏。将来有事别抱怨，你也别埋我。我眼下关心的是案子能不能破。与其到时间被市长免职，不如让舒心去试试。如果让这小子撞上了，案子破了，皆大欢喜；破不了呢，我也不落埋怨。刘局敢赌，我凭什么不敢赌？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哎，这话还是你跟我说的吗？我现在明白了，全哥为什么不愿意趟这浑水了。那你打算回还是不回啊？我现在还不是这条鱼呢，除非不当这个警察。舒心，昨天刘局长来过了，他是想了解一下老吴当年牺牲的事情。我没跟他说太多。嫂子，你别有顾虑，他下次再问，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不会影响我。叔叔，我有道题不会做，说吧，要请我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，今天听你的。别装了，看你那脸就知道有事，不然你干嘛请我吃东西啊？是不是童小姐跟你吵架了，找我问罪？哎，我先声明啊，我没挑拨你们关系。没那么小心眼儿。等吃完饭再说啊。现在说，吃完饭我得赶紧走，晚上还得直播。你能不能帮个忙？说。帮我弄套偷拍设备。不会吧？这种事也求我？网上什么没有啊？手表式的、钢笔形状的，要什么样的都有。你又懂摄影？专业。那些山寨货，哎，自己玩玩行，真干事儿不赢。你又要拍什么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你连干什么都不肯告诉我，凭什么要我帮你啊？我真不知道。哎，好吧，我只能说，我接受了一项工作，这项工作具有一定的隐蔽性。俗话说呢，工欲善起。你不会是要去做卧底吧？也没说。你到底要暗访什么？黑煤窑、制假窝点，
还是走私贩毒集团？别管我干什么。那不行，你知不知道偷拍非常危险？知道，所以才找你。其实我从其他的地方也能弄到偷拍器材，一来专业性不够，二来我不想引起太多注意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想请你帮忙，有可能我会把偷拍的东西寄给你，要保管好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知道。嫂子，这段时间缺什么？给我打电话。没事儿。哦，要不要我找刘局长去说说？嫂子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除非你的理由就是因为老吴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你跟我说心里话，你是不是还是想回去？我知道，老吴告诉过我，要么不当警察，要当警察就干刑警。你们这些男人，就想干些有刺激、有挑战的工作。这是天性，没办法。那就别犹豫。原来你的部下都干队长、副队长了，你还在一个副科职的位置上晃悠。你又有学历，又有经验，再加上那个新来的刘局长给你支持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会一手遮天，永远压着你。嫂子，我就喜欢听你说话。全哥在的时候就说你比男人还好气，他真没说错。听他胡说。舒心啊，毕竟干刑警还是很有危险性的，你自己要当心。放心吧，人不可能犯2次相同的错误。我走了。哎，好，就这儿，就这儿，轻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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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轻。姑娘，给他使点劲儿。好，真疼！哎呦，行，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。哎呦，好，你劲儿太大了，姑娘啊！今天你好好休息吧。好。你也出去吧，姑娘啊。不要别进来啊。明天日化厂那块地儿就要开拍了，你去不去？你们云天阁的小姐按摩手法是最好的，你不在你的会所里头按摩，非得让我找这么个档次低的地方，还跟多享受似的，睡上一觉。老陈，我有个谜让你来猜一猜。你说。我上中学的时候住在学校，我们的班主任是个男的，30岁，单身，他也住在学校。不知道是谁先发现的，说我们班主任整个1个学期都没有人见过他洗澡。你来猜一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在家里洗呗。不对，当时我们的学校非常穷，我们只有1间浴室，男女各一边，就连我们校长的全家都在那里洗澡。那他
就是有病不能洗？也不对，他是运动员出身，体质非常好。那他是不是为了强壮自己的身体，每天洗冷水澡？不对。哦，我知道。你们这老师肯定跟你一样，绝对是个怪物。猜对了，他真不洗澡啊？洗，天天洗。哎，你不刚才说你们学校穷的就一个浴室，还说没人看见他洗澡？我来告诉你，他是怎么洗澡的吧。我们学校10点钟的时候，热水就没有了。11点，学生宿舍准时熄灯。11点半的时候，他就拎着水桶到浴室里洗澡，无论冬夏。所以，没有人见到他洗过澡。他是不是为了强壮身体，天天洗冷水澡？我明白了，他准是个怪物。这老师要是怪物，教书这学生那肯定也是怪物啊！没纸啊！老陈啊，你怎么就不问问我，他为什么那会儿洗啊？为什么呀？他是害怕光着身子面对学生。在他的逻辑里面，如果裸体和学生面对，会丧失老师的尊严，怕他以后说话就没有人听了。我明白了，难怪你不在你自己的会所里洗啊！是不是你也怕？哼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其实刚才说的都是玩笑话。在这种地方，至少没有人认识我，我也不怕让别人撞见我跟谁在一起。老骆，你真对那块地不感兴趣？怎么没有兴趣？这么好的一块地，谁看了不眼馋？那咱们就一块儿做。你老兄看上的地，我哪能跟你争啊？那你约我到这儿干嘛来呀？与生意无关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告诉你，市里面新调来了一个姓刘的副局长。罗全在我会所里请他吃饭，我见了一面，人挺直爽，但我感觉不是个善茬，是个绵里藏针的主儿。新来什么副局长不副局长了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日化厂那块地，明天就要开拍了。日化厂是国营的大企业，明天来竞拍的也都是国营企业，我是最弱的。啊，这你心里最明白了。我能欺负谁？我自己不被别人欺负就算好的了。你说我说是不是？老陈啊，好。哎，老陈，我有点饿了，想不想吃点东西？走啊！走。
微笑看生死一线，站在了命运中间，只会让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不管正邪在南边，相信天也有法眼，乌云永远遮不住晴天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愿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熬过冰冷的昨天，置身于是非面前，只等待春暖花开的那一天。尽管说生命有限，但爱没有临界点，喋血汉字，但柔情不变。安慰抛在脑边，爱心记在心间，枪林弹雨中唯不愿想起情人牵挂的脸，生气凝在眉间，责任扛在双肩，就让我把我交给黑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，让黎明变得不再遥远。